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151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说起利拉德的篮球鞋啊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是平平无奇呢，还是高性价比的实战好鞋？反正在我看来啊，它一直都是非常普通的，不管是哪一代。那甚至有几代啊，可以说得上是非常拉胯的，尤其是6代。但是真的要我说出利拉德有哪一代是特别强的话，我真的是说不出来，只能说他在这个价位上啊，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罢了。毕竟之前的几代啊，搞起活动来，连大部分的国产品牌都不会是阿迪达斯的对手。而今天我们的主角这一双利拉德8代，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会是怎么样的呢？是拉胯、凑合还是给力呢？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老样子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球鞋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，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？这一双鞋的整体调性啊，还是以简洁为主的。我手上的这个配色以水泥白和黑色加上少许的绿色作为点缀，那多处的 Damn 字样证明了这一双鞋的主人就是利拉德。而球鞋侧面的鞋体上写着 Fourth Quarter KO 的字样，也说明了利拉德一向来打心脏以及关键先生的角色。虽然在这个赛季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，但是下一个赛季啊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让大家重新知道他的能力。而在大底处的808 and Wave 字样又再一次提醒大家，利拉德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一个 rapper。在实战方面，我们依旧还从大底开始说起。这一双鞋采用了全掌的水波纹路，而在外面一圈半透明橡胶上面印着闪电的图案。它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对于场地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。那如果场地的灰尘是比较多的，你就需要不断的去擦拭鞋底，才能保证脚下的抓地力。在吸灰这一方面做的确实并不是很理想，而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也只是一个中等的水平罢了。我穿这一双鞋在外场只进行过2次的实战，其他都是在室内进行实战的，但是已经出现了肉眼可见的磨损。想要用它来打塑胶场地啊，问题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水泥地的话还是有点够呛的。而在中底方面，从上一代的 Light Strike 换回了利拉德系列一直使用的这个 Bounce， 不过这一次带上了一个 Pro。原来的 Bounce 虽然很多人都很喜欢啊，因为它性价比高，衰减比 Light Strike 慢，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，因为它重量有一点偏重，硬度偏高，缓震的力度有一点差，在脚感方面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。而这一次的 Bounce Pro 在这2个方面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，在重量方面明显比 Bounce 要轻了一些。这一双鞋单支42码的重量做到了375克的一个水平，那这一个重量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并且它在脚感方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，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它能够提供给你一点点那种软的感觉了，并且在实战的过程中，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后掌带给你的那一种软韧的感觉。进步是非常明显的，不过经过重新调教之后，它在缓震的衰减方面是否会有下降？那这一点还是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的。那如果有朋友穿这一双鞋穿的时间比较久的话，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。不过如果我们抛开衰减不谈，只谈它的缓震，那这一双鞋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体验下来，它在缓震方面是完全够用的，缓震的力度以及缓震的极限都没有问题。我180斤的体重穿这一双鞋也是完全够用的，打完球不会出现任何膝盖方面的不适，并且它在前掌的反应性表现也非常不错，前掌的调教比较偏硬，并且也是比较贴地的。这一双鞋的前后掌调教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，缓震够用，反应性也不错。这一个 Bounce Pro 确实是提升比较大的一个地方。不
不过在足弓处的支撑方面啊，做的并不是特别的优秀，并没有做出明显的内收来进行足弓处的支撑和加强。对于低足弓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，但是对于普通足弓或者高足弓的朋友来说，在足弓的支撑方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够用。在鞋面方面，这一双鞋采用了全编织的鞋面，搭载了5对鞋带孔，在动态包裹以及静态包裹方面都做得非常好。不过，对于像我这样脚型略微偏瘦的人来说，它在前掌的包裹是略微有一些欠缺的，而且鞋带孔的布置是比较靠后的，很难通过鞋带来调整球鞋前掌的包裹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瘦脚的话，那它在前掌的包裹性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失望。而如果你是高脚背的朋友，那这一双鞋可能还会出现压脚背的现象，建议进行试穿之后再进行购买。那阿迪达斯的低帮篮球鞋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应该是它会不会出现不跟脚的现象。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，这一双鞋是没有出现任何不跟脚的情况的。而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也是没有问题的，鞋面的延展性是比较小的，并且球鞋侧面的一圈黑色的橡胶全都是上翻至鞋面的，让球鞋在侧向支撑方面更上一层楼。而在中底的支撑性方面啊，阿迪达斯最拿得出手的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它的抗扭了。在中底的支撑性方面，阿迪是很少会翻车的，球鞋的中底支撑性以及整体的刚性都是非常强的，不管你做什么动作，它的姿态都是保持得非常好的。它是一双可以进行高强度实战的一双篮球鞋，这一点大家不需要去担心。而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中底的厚度是比较适中的，缓震材料的硬度也比较合适，再加上它宽大的大底，并且在前后掌也都做出了明显的外扩设计，让它在稳定性方面表现得非常不错，没有任何防侧翻方面的问题。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.6分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一双后卫鞋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头绪，预算也并不是很高，那这一双鞋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，优秀的反应性，够用的缓震，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也都还算不错。但是如果你是正常足弓或者是高足弓的朋友啊，那换一副鞋垫会让你有更好的体验。不过现在的价格啊，我大概率估计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下降空间的，毕竟现在的配色是比较少的，热度也比较低。那我觉得3开绝对是有机会入的。那如果不着急的朋友啊，我建议还是再等一等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可以点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OK，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大家有空来做 Peace。